看了不少的吉隆坡高楼林立的繁华，这一次我想换个角度，带大家走进马来西亚那些朴实、温柔的小城市。开车走了2500公里，穿越10个州，沿路看房，也重新认识了这片土地的美。欢迎收看我的环岛看房系列，一起看见不一样的马来西亚，希望你喜欢。Hello， 大家好，我是艾莉。现在我人呢是在马来西亚的东海岸丁加奴州Terengganu。那这个地方呢，它很特别，风景特别优美，就是全马来西亚最漂亮的东海岸，就在这一边了。然后呢，这个地方它文化独特，拥有多元文化，还有多种族。那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它还没有正式的发展起来。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丁加奴。很多人一听到丁加奴，想到的就是蓝天白云、清真寺，还有热带小岛。丁加奴位于马来西亚半岛东岸，西连彭亨，北接吉兰丹，首府是瓜拉丁加奴。主要的城市有 Dungun、Kemaman、Marang、Besut 等等的。其中 Kemaman 呢是这里的经济重镇，就靠近石油、天然气工业区，而瓜拉登甘努则是政府还有文化的中心。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是丁加奴的唐人街 Kampung Cina 的入口。这里呢是马来西亚最早期的华人聚落之一，在18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有福建的华人来到这里落脚发展贸易，他们就在这一条街上建起了庙宇、店铺，也留下了许多传统的生活痕迹。来了这边一天，会发现这里呢生活节奏慢，文化底蕴深厚。那这里的房市场是怎么样的呢？丁加奴这里呢就不像怡保或者太平城市那样的有人气那么旺，但是随着旅游的发展，还有东海岸铁路的带动，房地产市场也慢慢有了活力。好了，我们看了一圈的瓜拉丁加奴市中心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如果在这里要做一个投资的话呢，我们是有什么选择？那么如果说要省心的，然后又不要太高价位的话呢，基本上就只有这一个了，可以这么说。OK， 好，我们先进来。瓜拉丁加奴本身呢，它就是一个以旅游业为主的一个城市，所以在这里的话呢，来到这边都是游客。那么游客的话呢，他们必须入住的就是酒店，要不然呢就是民宿。而且呢，来到丁加奴这里大部分都是一家大小的，又或者是好几个朋友一起来，因为通常呢来到这一边就是要体验这里的海岸风情要不然就是要过去那些海岛，比如说热浪岛停泊岛等等，就是丁加奴的海岸呢是特别的漂亮的，所以除了酒店之外，其实民宿呢是大部分人的选择。那么在丁加奴市中心这里的话呢，这个项目它算是第一个，就是以 Airbnb 民宿为主的一个项目。那么在这里的话呢，我给大家大略的了解一下，因为刚刚我在这里的马来伙伴呢也给我讲解了，来 playback 一下。Okay, so here's my local partner Suzaimi. Yeah, saya. Hai semua, saya Suzaimi Hamid from IQR and saya daripada real estate agent dari Terengganu lah, local punya. Yang mana berminat ataupun yang mana jenis yang suka buat business homestay like macam tu. Yeah. So dekat Terengganu ni kita ada satu investment. Okay? Memang is this the only one ke atau memang banyak option? Ya, memang sekarang ni kalau guna konsep dari segi Airbnb, ini konsep antara konsep yang pertama dalam Terengganu. Oh, I see. 好，如果大家听不懂的话呢，我在这边翻译一下哈。OK， 这个项目的话呢，它主要就是有3个户型，有小房或者是2房，还有3房户型。价格的话呢，是从马币380千开始的。那么在这里的话呢，会有一个主要的运营者，就是团队在这边帮忙业主出租还有打理他们的房子，然后呢就每个月做一个82的分成，就是屋主呢是拿80%，然后那个运营公司呢是拿20%这样子的一个分成的模式。大概是这样子哈。如果要了解这个项目细节的话呢，大家可以电话联络我，我可以给更多的资料大家。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那么在瓜拉丁加奴这里呢，我们有一些地标，就是这条桥。那这条桥的话呢，其实就可以去到瓜拉丁加奴的机场。对，这边是有一个机场的。然后呢，它的商场的话呢，主要是这个 KTCC Mall， 还有这个 Mayang Mall。那么 Mayang Mall 的话呢，其实它规模蛮大，而且我昨天有经过，就是很现代化的一个商场，就去年刚刚开张而已哦。这个呢 Pasar Kedai Payah 就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市集，基本上要买东西的话就在这一边。然后其他的话呢，就是这一个
这个刚刚我视频一开头的那一边就是唐人街了。其实唐人街是每一个游客来到都会打卡的地方，因为它就是很历史、很文化的一个感觉的一条街。这个的话呢，它就是一个巴士总站在这里。那其实呢，丁加奴它也是有这个东海岸一带一路经过的这个火车站，所以它的地理位置呢是在这个市中心，往西南方向呢，开车距离大约是30分钟左右就可以去到那个东海岸的铁路站这样子。随着这个的开发，还有这一些更多的基建进来的话呢，我们可以看见丁加奴这个州未来以后呢会有更好的经济发展。好，来大家快速的看一眼这个丁加奴的民宿投资房是长怎么样子的。这个呢，它是504平方尺的1+1房。那么它的所谓的+1房呢，其实也放了个双人床，所以如果一家人有4个人的话呢，睡的也就刚刚好这样子。来，大家看一下房间。那么再来的话呢，前面就有它的客厅啦，餐桌位置。那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厨房这里呢，它是有这个电磁炉和抽油烟机，所以是可以煮的。那么重点来到这一边了，因为在丁加奴这里的话呢，就好像我自己本身我来到我要找酒店的时候，其实如果你说更现代化一点，那个水准更高一点的酒店呢，选择其实并没有很多。那我在想说，如果我是跟3几个朋友一起来，或者是一家人来的话呢，其实我并没有的选择，除非我就是订多几套房子。那如果这样的情形之下呢，我的预算呢就要提高了。所以好像这一种可以一家人一起住的一个民宿选择的话呢，刚刚那个马来伙伴也跟我说，它是属于第一个。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投资回报率是怎么样。好像这个1+1房的话呢，它价格大概在400多千马币这样子。那么我们在这边呢就保守的计算一下，比如说这个1+1房睡4个人，每晚马币300的话呢 ，OK， 我们再算以它每一个月就出租50%的这个出租率，因为我要保守算，其实还是不止的。OK， 来，这个每晚300，如果是乘15天的话呢，就马币4500。那么4500这里的话呢，我们就算1年就收54000，54000我们再算这个购买价格回来480千的话呢，就其实它有超过10%的这个租金回报率。那么当然在这里的话呢，我们还要扣除一个82分，还有一些 Airbnb 的那个费用等等的。那其实算起来的话，我们说保守估计这个租金回报率呢，它6%或7%是可以拿得到的。跟我在丁加奴的伙伴聊了一会，我就发现说原来丁加奴这里的房子呢，也是会有人留意的。是谁呢？就是以前是丁加奴，然后出去外地工作，现在想要回乡退休的，又或者是一些比较年轻的，想要在这边提早布局这个东海岸的这个投资策略的年轻人也有，又或者是一些商业或者旅游业相关的，他们想要在这边做民宿的也有。来到丁加奴，可以感受到这里浓厚的回教文化。生活节奏很慢，环境淳朴。由于宗教法规呢就比较严格，所以这里对于非本地人投资房产的吸引力呢就相对的较低。今天这一支视频主要也不是说要卖房，反而是希望让更多海外的华人认识丁加奴这个地方。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水晶清真寺。这座清真寺建在河畔，用玻璃和钢铁打造，远看像一座漂浮在水面的宫殿。我在这里也感受到他们的热情与包容。当地的回教徒主动帮我戴上头巾，还亲切地与我握手打招呼，欢迎我进去清真寺参观。整个氛围很庄严却很温暖，让我对这个地方有了更深的认识与尊重。在丁加奴你可以看见美丽的海岸，还有热带森林。在这里宁静的生活节奏更有一份人情味，是一个让人可以慢下脚步静静感受文化还有信仰交融的地方。好了，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一边了，希望大家对于丁加奴这个地方有更深的了解。那我们接下去呢就要下另外一个站了，就是关丹。我们下一集见咯，拜拜。这个地图，那么丁加奴呢，我们这里瓜拉丁加奴这里呢 ，OK， 那么在这个首府 ，OK 来一闪，也有 ，OK 也有 ，OK 来1、2、3。那么 OK 来1、2、3，那么再 OK 来1、2、3。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可以来 OK 来1、2、3。